我从小就是学画画的，然后李老师这个其实是一个外号，就是嗯我很小，就是1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在这个美术培训班里兼职当老师。就是当嗯时的话，那些学生比我都大，就是因为对，因为就是我其实上学年纪很小嘛，然后就是说我19岁上大一的时候，然后很多的学生他们可能就是说比我大一点，还在复读或者怎么样，然后呢，嗯我就在教他们画画，所以就嗯，是就李老师是一个比较戏谑的一个称呼。就是在你推特上，生活中，别人就管你叫李老师是吗？对对对，是的，对，啊，大家都觉得是这个匿名嘛，其实我完全就是实名的。嗯嗯，啊，那后来怎么想着去意大利留学？从比较高尚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说我是希望把欧洲的这种先进的这种美术的教学理念带回中国去做一些美术教育上的改革，因为我觉得这种高三的这个艺术统考是一个很愚蠢的事情，就是说它非常的泯灭。就是泯灭人性，而且就是说非常的折磨这些学生。比较这个现实的角度来说，就是说意大利它这个不需要很多钱，然后这个对你的这个语言和成绩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就是说你递交一个申请你就直接能过来，就是很简单，很简单就能出来，这是这个最简单的一步。你后来4月份你怎么想的？又在推特上这种开始，比如说开始发言呀、什么的？哦、就其实没什么想嘛，就是因为在国内说不了话了嘛。就是嗯我在国内的话，最快就是10分钟炸一个账号，就是这样。我一共炸了52个微博号。在微博的时候，对，其实就最后就是说我已经什么都没说了，就是我就发一些这个笑脸，然后我的账号也会被炸掉，这样。那你对，最开始在微博账号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通知你？其实我最开始账号的时候，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是我在19年应该是我第一个账号被炸吧，然后当时的话，呃，我我当时那个账号只发我自己的画，还有一些这个心情的一些东西，就是跟 QQ 空间一样。然后，但是有一天好像我提了一嘴是，就是中国，就是提了一嘴推特吧，就是因为当时好像是在推特上有一个什么事儿，就是一些中国的画家在推特上遭到了一些攻击，还是怎么回事？我就提了一嘴这个事儿，然后我的账号就没了。对，所以，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是因为什么没有的。然后到了第二个账号是。因为转发一条微博，然后那个微博是一个选择题，然后呢，选择题是关于这个当今圣上的，对，然后就嗯，是这个那6000多个人和我就一起炸了，对对，然哦，后然后到第三个账号嘛，到了第三个账号，第三个账号的时候，其实。主要的问题我觉得是这个社会事件不断的变多，然后呢，那么就嗯是说我们讨论社会事件的这种频次就不断的增加，然后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那经历过几次的这种禁言，或者说是这种短暂的禁言，可能15天、1个月之后呢，然后嗯在这个徐州的这个铁链女这个事件的时候，然后就是因为发表一些言论就账号了。嗯嗯。那你这个从推特哈，从四月嗯份开始做起来啊，然嗯，后后来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想到通过这种发表别人给你投稿的信息，然后你去发布这个？一开始这个你只是一个发表自己的观点的这个平台嘛，是吧？嗯哼，啊，嗯是这样，就是其实这个投稿的这种传统一直是存在的，就是嗯其实在这个国内的这个网站和国内的这些媒体上，我们说微博吧，就是说有很多这样的这种树洞，我们称之为，就是说你不想说的内容，你发给他，然后他帮你说，但是他帮你保密，包括其实对，所以就是一步一步到了今天，然后当这个事情越来越激烈，或者说是国内的这种社会事件越来越多，然后当他们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这样事儿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是也会给我投稿，因为他们之前就信任我，知道我不会去暴露他们，不会去添油加醋的把他们说的事情再去发出来或者怎么样。对，就是原原本本的他们说什么，我就会去发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信任的第一步吧。
我也很信任他们，就是说我相信大部分人他们是真的在把实时正在发生的事情发给我，而不是就是说他们在故意的想要搞个大新闻或者这样的内容。那这一次事件过程中间，你觉得是哪一个时间节点让你的投入的是吧，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因为你过去那投稿可能就是说，一般人都是平时给你投，你就觉得当一个树洞，但是你这一次的表现肯定不是一个树洞了，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发生了变化？其实我最开始跟踪，就是说尝试用这种新闻的这种方式来跟踪报道的话，是从这个富士康开始的。因为这件事其实真的很猎奇，就是说从我的角度，就是我居然第一次可以从这种手机短视频的平台的直播里看到，就是说这么激烈的这种民众和警察的对抗，或者说是那么魔幻，就是前面烧着大门，然后呢这边的人在说谢谢老板的礼物，请大家点点赞，说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旁边的人还在往前面去扔石块那样子，就是很魔幻。然后呢，我开始学着去这样去记录，然后，到了乌鲁木齐那天晚上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可能接下来这样的事情会很多。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我需要换一个姿态，就是说以一个这个中立客观的身份去把这些事情给记录下来。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当有人需要借用这个信息，或者有人想要研究这一段历史的话，他们有一个比较OK 的一个参照的一个信息源。因为其实您在推特上您也知道，很多的推文它确实是在表述这个事实，但是它往往是会去添油加醋一些，或者说是他是会加一些自己的看法之类的。他作为一个个人，他发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将来有人想要去研究这些东西，或者说是想要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一个更纯净的对于事情的这种讲述。而且就是说乌鲁木齐那个事情其实很复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决定要把它说清楚。现在普遍可能大部分人都觉得乌鲁木齐那件事是这个因为这个火灾引起的大家上街，但其实并不是。它真正的导火索是这个104兵团那个联心社区对打人的那个事情，然后导致就是这个联心社区的人先出来要求解封，然后周围的小区一个个纷纷的要求解封，最后整个城市的人大家就全部上街了。对，然后是这么一个过程。那如果说没有人去记录这个细节的话，然后就是所有事情发展的太快了，你每天刚刚把这些事情整理完，然后你去睡觉，第二天一醒，投稿箱又炸了，就说我们这里又怎么样的，又怎么样的，对，然后就没有时间再去想我要怎么做，或者我要做什么，或者我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敢做什么，不敢做什么，没有时间去考虑了。就当时的话，只能就是说，下意识的把所有的信息汇总，然后记录，然后把它发出来，就是这样子。对，就是那时候一天那个私信里头，一天能有多少条收到27号的晚上，就是当时五个最大的城市都是在一起嘛，就是一起发生这种事情。当时的话，差不多就是说我的那个投稿箱就是炸掉的，就是1秒钟差不多就有这个20-30条的那种投稿，就不断的刷进来，不断的刷。因为很多投稿它其实并不一定就是这个现场发生的事情，它还有什么自己的这种感悟啊，自己的这种想法啊。就是包括自己做的歌、自己做的海报，他们都会发给我，希望我发出去。然后那个里边是非常的这个复杂的那些投稿。然后你每条都看吗？我只能大概的浏览，但是我每条都会点进去。对，就是点进去以后，如果发现是一些私人的一些言论的话，我可能就退出来继续看下一条这样子。然后反正那天我发了399条嘛，就是你可以大概想象一下，就是我大概就是收了多少的投稿这样子。对，就是我可能就是10几条，我才能选中其中一条发这样。那时候那个一天大概能睡几个小时？我其实报道富士康的时候，我只睡了3个小时，因为第二天早上我要盯他们那个钱是不是到账嘛。对，然后呢，我那天我是只睡了3个小时。后来的话，我是
强制自己睡6个小时，不然的话不行，就是实在 hold 不住，就是不然真的跟富士康的工人一样的那种三班倒。对啊，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影响就是我已经很久没出门了，就是因为一直要在电脑前这个看着嘛，所以就是一直没有时间出门这样子，就是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对，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代价。但我挺好奇的啊，因为你其实也不是学新闻的，然后呢，你也没受过新闻训练啊，你讲的你是学美术的是吧？啊，对，是的，对吧？但是你怎么会产生一种就是这种尽量克制自己主观描述的冲动啊，去比较忠实的记录这个新闻发生的事实？一方面吧，我觉得就是当这么多的信息过来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说你的一点点主观可能就是会造成你信息的不这个没法衔接上，可能你很主观的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但是下一秒的视频里其实事情是另外一样。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你为了那个避免自己出你的之前的描述出问题，那么你肯定就是说你得去这个尽量的去简化你的报道的内容。那么同时的话，我刚才跟你说的原因，就是说太多的人都在主观的说话，那么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有人要站出来，以一个客观的姿态去记录这些事。因为之前的话，推特上是有一个账号是这样去做的，就我不说是谁了，就是说他是这个很中立的、很客观的在记录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我那个时候看他那个账号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嫉妒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我觉得他这样的这个行为太好了，他居然可以剥离自己的个人的情感，然后只去记录这个事情，你完全就是一个多余的字都不说。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然后有一天他账号就清空了，就据说好像是被警察叫去喝茶，然后就把账号破破的桥，对，全部都清空了。对，所以乌鲁木齐那天晚上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就意识到，就是说 OK， 就是这个时候可能是需要就是有一个人站出来，就是继续这件事情，继续把这件事情用这样的方式记录下来。然后呢，我就开始这样做。哎，你刚才讲的那个细节啊，因为信息很多，然后又是一个信息流，一件事情过程中，如果你不客观记录的话，后续的这个信息过来之后，可能就会否定你前面信息的描述，对吧？对，是的。这个，然后而且不好意思，您先说。我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嘛。作为一个个人的话，然后他可能会陷入到一种证明我之前说的是对的，那么就是说我在不断的把这个事往我之前说的那个上面去扭。如果那样的话，其实他可能就是会发生一种偏转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那一刻我知道很多人都在不断给我发消息，不断发实时的消息。那么如果说我很主观的去记录这件事情，可能就是说下边的事情它就会因为我主观的记录，它带偏了一部分人，同时也带偏我自己，我这么觉得。那你当时有经历过吗？就是说你一开始发的这个细节啊，可能你的描述不是特别准确，后来后续的信息来了之后，你自己意识到你前面的那些描述可能不一定特别准确，对你有触动。这一件事情里的话，其实就是我没有什么，就是遇到这种事实偏移或者怎么样，就是有些时候可能网友他自己他会这个没搞清楚事情发生在哪儿，或者说是有一些事情他没搞清楚，但是后边如果说有网友告诉我的话，我也是会把这个事情更正的。就是说我是会不断的更正我前面的错误的。现在的话，我是更希望就是说所有的这种信息它能够真实的能够记录下来，就是说包括就是说一件事可能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通过不断的补充信息，大家能够去看清楚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帖子是关于北二外的11个学生，他们是不是被拉到方舱去？我先发了一个他们的这个学生说自己被拉到方舱去了，然后呢就有他们本校的学生说没有，这些学生其实在学校，就是学校安排了一个隔离的地方。然后呢我就补充之后又有一个学生说来说不是的，就是说他们在朋友圈说了他们就在方舱里，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里一来一回，
然后就是说不断的在补充这个材料，包括很多的网友，他们最后就自己也加入这个讨论，就是讨论说这个他们现在到底是在房山还是在学校。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大家一起来去针对一个事情，大家一起去审查这个事情的真实性，一起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去搞清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对，就是说你不需要为这些信息的全部的真实性负责，对吧？然后我也是让没办法负责。搞的人，对，然后搞的人一起来参与，来把这个事实的真相搞清楚，对吧？对，是的，因为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呢，我没有办法去核对所有的事情，我不可能说我派记者到那里去调查，或者说是我不可能给学校打电话或者怎么样，我只能把这个消息发出来，然后在这个消息发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一起来去把这个事情去弄清楚怎么样。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个海量信息到你的里面，那肯定还是要做一些信息的最基本的鉴别工作嘛，对吧？是不是？当然，像类似于像这种，因为有些视频你在现场发，刚才你说的没有问题啊。但是比如说像这种说学生去了方舱，这是一个事实确认，他可能又不可能通过视频来确认这个事实的时候，你是怎么进行这种信息的鉴别的？就什么样的标准你发还是不发？OK，就是首先就是说我得去先确认这个消息是你的，还是说是你从网上看的。然后呢，如果是你从网上看的，那么就是说你需要去提供更多的这种信息源给我，我才能证明这件事，我才能发。那如果说这件事是你自己的截图，你自己的这个经历，我也会问你更多详细的细节，包括这个事情进展到什么地步，包括到这个事情发生到了哪一步，或者说是有没有一个结果呢？我觉得就是各个方面，然后我去了解。就是说他对这个事情的知道的程度，如果他说，哎呀，这个就是我朋友发的，就是我也不太清楚的话，那这样的我就不会发。那但是有些投稿它其实是可以写得很清楚，就是说几月几号几点，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什么去发生的，然后就是说最后结果是什么样。就是说他们有些人他们会给我发得很清楚，而且就是说他们也会不断的更新这个后续的这个进展，这样子。说你对那些有具体的时间地址的信息，相对来说会优先，对优先一些是吧？对，是的。那当时这个过程中间有没有发生过特别严重的错误的？当时那些信息其实都是比较小的信息，就是那天我其实刚起床吧，然后我就收到一些投稿，说我发出去以后很快被人证伪，就意识到不对，就是感觉可能是有一些人他们在故意向我提供假消息。就是当然我无法证实这件事情，就是说我有这种感觉，然后呢，然后我就求助大家，我就说你们拜托你们，就是说在投稿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先弄清楚这件事，就是你们先把这个新闻审查一遍，然后呢就是再发给我，然后我把这个事情发出来，我们共同就是把这个事情的真相给发出来。结果就是我发出这个倡议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大家都开始这个自己先去审查这个新闻，然后去弄清楚是真的是假的，然后他们再把这个事情发过来，然后包括之前有一些网友，他们也会回过头来跟我道歉，说，哎呀，我刚才去看了一下，好像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不好意思，刚才给你发的这个假新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让我感动的事情，就是说可以让大家一起参与进来，对于一个事实的真相，或者说对于一个新闻去做更多的这种调查和监督。然后其实我发的最大的错误是那天乌鲁木齐那天晚上，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市政府大楼和这个12师部的那个大楼长得太像了，然后包括前面一个视频是那个人举着红旗说这个我们现在要去这个市政府，所以我就以为他们当时视频是真的到市政府。其实我还反复的就是比对了那个视频里的大楼和他们那个市政府大楼，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吧。然后呢，我没有想到原来那边的好像政府大楼都长那个样子。然后那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把这个，因为毕竟师部和市政府的话，它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的，对。然后其他的话，其实主要都是一些
我认为都是一些小错误了，就是它不会说影响到整个事情的一个进程。你有遇到过就是有人故意给你放假消息，比如说就是想诱导你去犯错误吗？我不太认为大家有这种主观的恶意，就是很多人的话，他其实当时有那个情绪在，他看到那种视频，他第一时间就是想着要发出来。比如说就是说有一个视频吧，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就是有一个说是警察开车在四通桥底下碾压了行人，就是碾压了抗议群众，好像是有这个视频，但其实那个视频是在这个外国，就是是一个外国的警车，然后这样子啊，对，然后当时很多人就是给我发这个嘛，我大概我可能是有看过50-60遍这个视频，在那种亢奋的那种心情当中的话，他们也会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就是真的吧，对吧？然后他们就会发给我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一些视频，比如说枪击，就是有些人说这个当晚这个开枪了，对，哪都有吧，哪都有说这个说开了枪，然后给我看那个视频，然后但是因为就是说像这种比较关键的信息的话，我是必须得有几个不同的视频来论证的，就是不然的话，我没办法去确定它的真实性，所以我都没有发。那么其实后边几天观察下来的话，应该不是真实的视频。就是你没有遇到，就是说，有意，比如说去给你钓鱼，让你去给你发假消息，让你去误导你的是吧？我无法判断他们是不是有意的，然后但是就那天的话，确实收到太多了，然后我是觉得可能会有人在故意这样，但是我也没有去追究那些这个投稿者，或者说把他们挂出来或者怎么样。对，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失误。我看你那讲到这28号那一天吧，有政府部门的人就是在联系你，是吧？就是他们会在私信里，就是说我们知道你是谁，然后就是当时的话，我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就是说，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你肯定是会被针对的，所以那几天我非常的怕，然后就是说，我也写了一个东西，就是你们最好就是说不要去骚扰我父母啊，包括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内部的人士也会给我发一些消息，就是说，比如说跟我说这个他们可能要炸你的号，你注意一下，你的号可能就是有人开始要针对你的这个账号，好像我的名字在推特上搜不到，然后我的推文什么的也搜不到，好像是开始了，就是然后还有大量的这种仿冒的这种账号这样子，对，就是他们可能我看你那条帖子当时讲，就是说你说那有关部门骚扰那些网友嘛，找那些网友来谈话什么之类的，然后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当时说你现在这个报道这个账号啊。就如果要是你现在这种方式还算是比较客观的嘛，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你离开了之后，实际上对他们更不好，是吧？就是那个意思。我因为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作为一个个人，然后呢，就是说我是想，就是说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很好奇。那一天的话，其实就是说。他们就是你不知道是骚扰还是说是威胁，然后呢，然后包括就是说那天和自己的妈妈这个视频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有几个警察来家里了解情况，就是说了解家里有几口人，然后这样子，然后我就知道 OK 我应该是暴露了，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肯定最大限度的就是说，我要说一些话，然后保护我的父母和我自己。是因为警察也去我家去过几次了嘛，所以现在回头再看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自己心里压力比较大，然后呢形成了我说的这些话，就是说我的心，就是我先要用一种玉石俱焚的这种心态，然后先去说一些话，就是告诉你们。就是说我会怎么做，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原则我现在也是保留的嘛。对，就是如果说我真的受到什么危险，或者说我的父母真的受到什么危险的话，那么你知道现在这个账号，如果说他稍微倾向一点的话，可能这个局势完全不同。对，所以但是从我现在的这种个人的这种价值坚持和这个职业道德。就是我是会秉持着一个中立的一个客观的态度去继续去
记录这些事情。我看你就讲了嘛，说万一就比如说你们家里头有什么事情，你会跟他们战斗到底。我看你当时说这个话。那当然了，对，就是因为就是说家人肯定是一个，每个人的这个最重要的一部分嘛。如果说有这些问题，你们来找我嘛，就是说你们不让我回国，或者直接把我的所有的这种，国内的银行账号啊这类东西你全部都给封掉，我是 OK 的，就是说我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很多人他们勇敢的上街，他们放弃自己的前途去站出来，那么我甚至没有站出来，我只是在这个互联网上，那么我每个人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有自己的心理准备，就是说自己要牺牲一些东西，对吧？所以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也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是说，我不希望我的家人受到这样的影响。对，我想问的说，你当时说你想跟他们战斗到底，你的那个意思，我用什么方式？我其实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时的话，其实就是因为心理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你如果说现在真让我说你到底想怎么样，好像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具体能够做什么，对吧？就毕竟我体量也是很小的，就是。他警察一共去你父母家去了几次了？啊，不记得了。啊，对，反正就他们因为都是地方上的嘛，就是他们其实第一次就是28号，也可能是27号，就是具体的时间的话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就是反正就是，我和我妈妈视频的时候，他就说有警察来过。当时你妈怎么跟你讲的？他就是说有几个人来家里做这个人口普查还是什么的，就是他只是就是说这个想调查一下这个家里什么情况，几口人，然后你儿子在哪儿，以后回不回国，就是这样的。就警察去你们家做调查的时候，你父母觉得有异样吗？没有。还是他们认为只是说这是一个例行的？他们当时的话就觉得这是普通的那种调查吧，应该是。对。然后跟你讲的时候，你就意识到这不太对劲儿，是吧？对，是的。那你当时跟你父母讲了吗？没有啊，他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对，就是那个在前天之前，他们应该是不知道的。就是如果说你当时也没跟你父母讲是吧？他们肯定是会知道，就是说我肯定是在外边乱说话，就是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说是到这么大的一个地步，因为我妈妈她以前是有关注我的微博的嘛，就是她知道我喜欢发一些内容，然后还因此被禁言这样子，所以她跟我说就是说，那发这些没有意思嘛，就不要再发了。然后但是就是她知道我肯定就是又因为说什么话被盯上了，就是他们最开始肯定是这样觉得的，对。然后但是没想到就是事情到这么大的一个地步，对。那后来又去你们家是什么时候？后来应该就是前天吧，就是有一个局长带几个民警过去，这样子，就是也反正就是也都很客气，就是说，说大概把这个事情说一下，这样子，就是说，他就明确跟你父母讲你在这个推特上做这些事情是吧？应该是这样吧，就是但是就是我和我父母沟通的时候，感觉他们可能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们一直在问我发生了什么，对，然后就我也很难跟他形容在做什么，就是把国内的事情发到推特上，就是我不然我怎么跟他形容这件事情呢？就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嘛，我就是把事情发到推特上，对，然后但他们不理解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么大的动静，然后很担心我嘛，主要就是很担心，对。我说那警察的第二次去，那警察局长去你们家的时候，跟你父母说是什么呢？他们主要就是说这个在推特上，应该就是说到推特嘛，就是说我在推特上的发言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具体的到底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对。因为就是从我父母的表现来看，就是说他们应该也就是没弄清楚我在干什么。对。警察也没有特别清楚的向你父母描述清楚你在做什么，是吧？至少他们没听懂。那后来又去了吗？对，就是后来的话，就是那天晚上，然后只要我发推特，然后他们就打电话，就是他们就给我父母打电话，然后就是然后就上门，夜里12点，对。
月底12点上班。对对对，然后就上班，反正就是说两句，就是说不要再发了这样子，然后也就走了。那你父母有转告你吗？转告我了，就是跟我说不要再发了这样子。对，这事对你压力大吗？这是对我的压力当然很大了，就是因为我父亲他身体不好嘛，然后就是说他们一直这样骚扰我父亲的话，就是说我是很气愤的。对，但是就是说你又顾及到你父亲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话，你就还是要保持一些这个克制嘛。所以就是那当然就是另外一点就是说也是这几天就没什么事了嘛，就是这几天的话国内也确实没什么事，所以说就是正好借这个机会，然后我也没有怎么发言，就是去休息一下。对，这样子。对，他们没有跟你直接联系是吧？他们其实28号还是20几号，他们就有一个账号加我的微信了，是根据手机号搜索的嘛。然后呢，我就接了，以后我就说，你就说吧，对吧？就是说你想说什么，咱们就说嘛。然后当时他就你意识到这个人实际上就是警方的人是吧？肯定的嘛，就是肯定就是说是这样。然后，他就什么话都没说，我就给他删了，就是这样。对。一句话都没讲。对，一句话都没讲。对。那你当然我无法判断他就是警察的人或者怎么样嘛，就是说，但是因为很可疑嘛，就是说谁会知道你的手机号，然后呢给你就是发这个好友验证，然后发上来以后就是一句话都不说，对吧？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你那个手机号是中国的还是意大利的？应该是意大利的。对。你这个手机号知道的人多吗？不多，因为在意大利，你知道，就是说在意大利谁用手机号啊，对吧？大家都是用这个，也是用微信。对。所以你判断这个人实际上是有关部门的人，是吧？对。那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跟你父母联系之后啊，你刚才讲对你压力也比较大，那对你的行为有影响吗？就比如说你发这个帖子啊什么之类的。这个行为当然是有影响的。对，就是特别就是双重的影响嘛，就是一边就是说你知道线下，然后你的父母在，就是他们有在骚扰你的父母，然后 OK 就是不是骚扰，就是因为他们态度很好，好吧，就是也理解一下他们那个当地的这些人，对关心我父母，对关心我父母，就是一方面他们在不断的关心我父母，然后呢。另一方面就是说，你知道，就是网上又有一些人不断的这个在质疑我，你为什么不出来？这个就是回应质疑，就是这样，就是很烦。就是我这几天的话，处于一种很焦灼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这些天实际上发帖子少了，跟这个警察关心你父母是有关系的，是吧？当然有影响。我就可以这个暂缓一下，而且用一种更聪明的方式去发帖，对吧？就是，我可能就是说这个不会去直接的这个，就是实时的去报道一件事情，但是我最后还是会把这个事情发出来。就比如说这个武汉大学昨天。学生出门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了，就是说他们学生等于是给我这个直接就是给我消息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准备出门到这个行政楼去。然后呢，我当时的话就是说，我考虑到就是如果说我这个当时发了的话，肯定就是我爸又要被打电话，那么就是考虑到我爸的病情，我就没有发。然后呢，但是我不发，别人也会发。就我昨天晚上这个刷推特的时候，我看到就很多人都在发，所以说。这个事情其实他们用这种方式让我闭嘴，其实没用的。就是说，大家这种投稿的习惯已经养成了。这个人不发，我靠，算了，我换一个人投稿一样的。但是我又很想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它其实也很标志性，所以我凌晨的时候我又把它就是重新的去把它好好整理了一下，然后把这个事情给记录下来。那当然，我觉得武汉大学这个事情其实它是很有这种。标志性的，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学生非常的团结，然后他们的诉求也很清晰，然后校方的话也保持着克制，就是说没有动用
警察，或者说甚至连学校的保安都没有去让他们过来，就是说学校领导出面，然后把这个事情给解决，然后大家圆满的结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说，良性互动。对对，然后所以我就是把它给记录下来，对，然后今天的话好像。父母没有给我打电话，应该就意味着警察没有给他们打电话。对，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你这种方式，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他们的威胁也算是达到了一点点效果？我觉得，就如果说从我的角度上来说，肯定是达到效果。就是说，因为我确实在减少我的发帖嘛。那么，但是其他的那些账号，他也会这个把这些东西发出来。所以说，如果说真有什么影响，不知道。但是就是从我这方面，如果说他觉得这是一种胜利的话，那也 OK。对，我是这么觉得。对，我看你那个有一天还发啊，就是说你假如说要是出事儿了，你会比如发那个遗像啊什么之类的照片呐，什么之类的。为什么要发那些内容？是真遭受到非常大的威胁吗？我当然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死亡威胁就太多了，就是私信里那种动不动就是说我要你死，就是说我给你寄花圈那种就太多了，就是但是没当一回事儿嘛。然后我觉得匿名是一种互联网文化，我可以私下里和朋友。然后可以去是一个实名的，然后我的状态可以是一个生活化的状态，但是我并不想说我非要站出来去做一个这个，就是把自己放在这个互联网上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件事情里，我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我只是把这些信息传递出来。但是就是说，现在很多的人，他们把我捧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就是觉得我做的事情是很伟大的，或者说是很这个什么。我个人不这么认为，我认为那些真正他们走上街头的，他们敢在街头去演讲的，然后他们敢去这个互相帮助，去那些敢去这个救人的，就是他们才是真正的去伟大的人。然后如果说我这个时候站出来，然后我个人的价值观不允许，我认为这应该是一种抢夺这种。然后但是呢，就是说我在活着的时候，或者说我在使用推特的时候，我可以是匿名的。但是你们如果想要把我干掉的话，那么我就一定会出名。我并不想被造神，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我死的话，那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我是谁。你当时是真的遭受到就是你认为非常现实的死亡威胁吗？才这么想吗？还是说你只是基于匿名这个原因想到的？主要是匿名这个原因，以及一些对于这种个人安全的这种恐惧吧。对，并没有说那种很强烈的，就是我意识到就是有人要来杀我，并不是这样的。对，因为我想就是如果说真有人想干掉我的话，可能就是不会让我知道这样子，就不会给你发出这个威胁，是吧？对，是的，没有必要事先告诉你，是吧？对。那你现在在意大利已经待了5-6年了之后，你原先是打算回国的，是吧？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前，我都是一直打算回国的。后去开展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事情，然后但是这个疫情之后就买不到机票了，买不起机票，就是隔壁这个韩国同学回国一张机票600欧，然后我们5600欧，对，就是回不去，没钱。然后呢，就没想到这个一等就等了3年嘛，就是说一直回不去，就是渐渐的就也不想回去了嘛，就是看到这几年国内的这种这个对于文化的这种管制，对于言论的管制越来越严格，你就知道就是我当时的意思就是我回去肯定就是没几天就得去喝茶，所以说干脆不回去得了。对，就是转成这边的这个长期的居留这样子，对，进入这个流程。那这件事情会对你未来的人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吗？比如说你过去一直想继续画画，我猜你是吧？肯定是做美术工作那这件事情会影响你未来的人生走向吗？比如说你将来会就是以新闻作为一个更重要的职业选择，还是说还只是把这当做一个业余爱好？你可能还会找一份美术方面的工作？
就是我的未来是被完全改变的。对，就是这几天就完全改变了我未来的一切，然后现在还没有缓过神来吧，就是说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怎么办。对，就是还没有想过自己就是接下来应该就是做什么，或者说是怎么做，因为一切发展的其实你知道就是太快了，就是这么快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反应，就是我甚至没有时间去掩盖自己的那些行踪，或者说是掩盖自己的账号。对，然后就是说，其实事情发展的太快了，然后到现在这一步，未来应该怎么样，不知道，就是到底应该就是我的未来怎么样，我要做什么，没有想到这一层。可能现在的话，最主要的还是这个自身安全的这种顾虑吧，以及就是说跟进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就是接下来的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我这几天其实你有看，我还是在追踪，就是等于就是说这一次的游行示威，这种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最后会取得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嘛？其实我这几天也是在跟进这件事情，去看哪里解封了，或者哪里还没有解封，或者是他们是不是真解封，我也在跟进这个东西。然后可能如果说这个事情一直停不下来，那么说我可能还会以这种经营这个，不能说经营吧，就是维持这个账号为主。那如果说，那当然，如果说有一天这个马斯克像这个微博一样开了那种共享计划，就是说可以赚到钱的话，那 OK，我当然可以把这当成一个工作，对吧？那如果说没有办法，我必须得为这个生计去发愁的话，那我也就只能这样子，就是只能去，就是可能就是暂停这个账号，然后去找工作，或者说是用其他的方式来维持自己去继续运营这个账号，也可能。对，就是不知道。你现在有工作吗？现在？我现在没有工作，就是然后刚毕业就卷进这件事情。对，本来是说就是说先歇一下，就是先就是因为刚毕业嘛，就是说先歇两天，然后再开始就是找工作，还是继续当画家，还是怎么样？然后结果就是这件事一出现以后，就是完全把计划全部打破了。那等于现在你也没有没有什么收入，没有收入，对。那这个对你压力大吗？在意大利？肯定大。对，当然是很大的，就是我现在的话就是还有一点的这个积蓄嘛，就是以前这个当老师的时候积攒下来的这个积蓄，然后靠这个积蓄在维持这样子。因为而且就是我又不可能说真的去什么众筹安保基金，对吧？对，不太可能回国了，是吗？我是肯定不会回国的，对，就是就哪怕他们是给我什么样的保证，我也不会回去。为什么？不相信嘛。很明显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这个疫情你都是反反复复的，就是说你今天说封，明天又说不封了，然后后天又封起来，对吧？那这到我个人的时候，你现在说 OK， 我们不抓你，你正常回来，那你回去以后又随便一个理由给你抓了怎么办，对吧？就是这样的顾虑吧。所以说暂时的话可能不会回去。对，你已经下决心不再回国这件事情，你跟你父母讲过吗？或者说你父母知道就是你自己其实做的这个决定吗？他们不知道，对，没有讨论过这个事情，对，你也没告诉他们，这个很难告诉吧，对吧？就是你突然就说这个以后就是见不到了，这是不是有点那个？对，就是因为你看我爸年纪也很大了，70多了，就而且就是还生着病，对吧？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说，未来预见的肯定是不一定能见到了，对，对。那你想过吗？就是你这次其实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收益啊，经济上啊，然后你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然后你不能回国了，甚至也不能再见到自己父母了，你觉得值得吗？很难说这个事情它能不能用值得来概括，就是因为人有的时候他是会被历史选中的，就是在那一刻历史选中你，就是你不得不这样做，然后肩负了这样的一种使命，或者哪怕就是说大家
对你有这样的一种使命的期待的，当你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时间去想那些，而且就是这件事情，它其实已经不是我们这个小家的事情了，它其实关乎着千千万万的家庭。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每个人都必须得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吧。我是这么看这件事情的。你刚才说这个历史选中了你啊，其实我个人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啊，其实还是你自己主动的选择，并不是说你被动的选择。因为你可以不做嘛，对吧？就是即便是有人给你投稿，你也可以不发嘛，对吧？就是王局你说的对，就是这个事情我完全可以随时终止，就是说我可能就28号我也可以中间就停了，我可能在这之前我也可以随时停了，但是就是说，你知道你后台那么多人在希望你帮助他们，然后甚至他们的言论里直接就是说救救我们，或者说救救他们，就是说你收到这样的消息，你没有理由不回，就是说你没有理由就是说把这件事情停下来，因为你知道此刻其实很多人他们需要你，对，所以说你就不得不这样。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种信任，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信任我，我也不知道，那么多账号，为什么你不相信别人，但是你相信我呢？我觉得这种信任感就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你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间啊，你觉得那些人给你投稿的那些内容里面啊，你觉得哪一幕最触动你？有吗？太多了！你看着那些人举着国旗，然后在那唱国歌，本质上来说，我们都是经历这个爱国主义教育长大的嘛。就是你看到那样的场景，人民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唱着国歌要求诉求，你很难不感动，是吧？然后包括第二天，当你去这个看到乌鲁木齐路，他们真的就是敢在这个对面就是黑压压全是警察，然后他们就敢在那里喊那样的口号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就是说非常的震撼吧，好像真的回到这种30多年前的那种状态。然后包括就是在成都，就是说警察在就是抓人的时候，然后就是大家都在互相帮忙，就是喊不要踩踏。原先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冷漠，其实就是说在那一刻全部都被融化了，就是说大家互相的去帮助，然后互相的去这个一起去表达自己的诉求。你看到那一刻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好像尘封在这片大陆上的那个冰块正在融化。王军，你经历过这个89年，然后你当时也去过广场，我觉得你的感受应该会更深一点。那你怎么看这一次的国内聚集的反对运动？这个事情其实很复杂，就是说虽然说所有的一切发生在同一个晚上，但是它其实各种各样的诉求是不同的。你比如说在一些大城市，然后他们有明确的口号，然后他们有明确的诉求，就是说我要言论自由，我要新闻自由，对吧？那么在这个一些小的地方，可能他们的要求他就这个简单的多，就是要解封，对吧？就是说我就要小区解封，然后我就要这个社区解封，就是这样。然后包括甚至你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武汉那样的大城市，在这个汉正街上就几万人，就是说应该是规模最庞大的一个地方吧，就是几万人，就是好像没有人举白纸，没有人说这个悼念乌鲁木齐逝者，也没有人说口号，对，然后他们就是要解封，然后就是沿路，然后把所有的这个栅栏什么全部都拆了，对，就是，所以这中间其实是很复杂的，它并不是能够统一的去说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到底在要什么，每个人要的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说的话，为什么大家站出来，就是说因为就是封到极限了，总的来说就是说这一切的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大家有一个共性，就是都觉得动态清零它是不能继续下去的。实际上忍耐到极限了，就是说，对，我认为是这样，对，所以其实哪怕有一点点火星，所有的人可能就被动员起来了。对，是的，就是其实就是有一个契机嘛。当大家看到富士康的人，他们通过自己的抗争能满足自己的诉求，那其实，王局，你觉得他们那个诉求合理吗？就是要你说哪个？富士康吗？就是他们富士康。对，第二次就是这个，就是那种所谓的这个反暴动那一次是吧？对，就是你觉得合理吗？就是他们要1万块钱，然后要那些东西。我觉得有道理，
为什么呢？有道理吗？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其实它跟平时的招工不太一样啊，就是它这次招工呢，它是要求你必须要隔离，你要隔离，然后你转运到这个地方还要隔离，然后呢，如果我离开你这个工厂啊，回到自己的家乡还要隔离，还要涉及到，所以它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平时的时候去到工厂里去就职。假如说，如果要是平时没有疫情，那你来，你愿意干，你就干吧，不愿意干你就走嘛。然后你还没有上岗，你凭什么要1万块钱？那个时候我觉得没有道理。但是在此时此刻，我觉得有道理，就是说他们付出了额外的成本。OK，然后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大家看到就是说这种合理的诉求是可以被这个满足的，那么大家就都接受的，那大家自然而然就都会站出来去要求去这样的数据。而且其实这个数据很简单，很多地方它其实要的就是解封嘛，恢复我们的正常生活就行了。对，所以但是真的会恢复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问号了。对。